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又来到缠论原文段落，或者是课后回复的一些品读。在这里，我要说一句，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做的这个缠论原文的品读以及实战的分享呢，只是我的个人的一个经验，没有100%的绝对性。我只能以我现在的这个认知，或者说我的这十几年下来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不能说我这个说的就100%正确，这一点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说不是说我说的就一定对，你理解的一定就错，没有这种绝对性。如果说你觉得我哪里分享的有问题，或者说的跟你个人的理解，或者说你从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不一样，也都可以提出来，大家可以讨论，对吧？所以说，不要觉得我这里说的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这里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理解，很多时候可能是能力有限，说的有很多地方是有问题的，可能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如果说你发现了，也请给我及时的提出来。好的，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缠论的这个原文段落。这是禅师在2008年2月5号写的一篇文章，教你炒股票100，第100课，中医兵法诗歌操作3，这是第3段。股票比战争要简单的多，因为对于股票来说，完全的分类或谋划基本不存在超越能力的问题，只是买卖多少的问题，有能力就多点没能力就少点不存在某种分类完全不能执行的情况。因此，所有的重点都在这完全分类上了，对吧？我在每天也不是每天吧，周二、周四的这个盘中解盘的时候，给大家做解盘的时候，经常会用到这个完全分类，或者叫不测而测。这个在缠论理论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自己要掌握这个分类方法。这点在前面已经反复说过，但完全的分类不是单层次的，一定也必须是多层次的。什么是单层次、多层次？就是指它的级别。本 ID 的理论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自然给出了分类的层次，也就是不同的自然形成的级别，不同的级别有不同的完全分类，而综合起来就有了一个立体的完全分类系统，这才是我们，这才是我们的操作必须依赖的，对吧？你不要单单在一个级别里局限在一个级别里面，那么你的操作就是比较单一的。你一定要能最少要3个级别，3层滤网，这不是大家常说的缠论是一个3层滤网系统，3个级别。但是呢，这个级别这个立体的交易分类系统啊，一定是适合你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能够盯盘，他的时间比较充裕，他每天能够看盘，他可能可以用更小的周期，他可以用1分钟、5分钟、15分钟，或者说5分钟、30分钟日线，5分钟、15分钟、30分钟，他根据个人的情况。如果说你不能够每天盯盘，时间并不多，那你可以把级别放的大一点，比如说60分钟日线、周线，甚至是日线、周线、月线，对吧？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而不是说，这个人说要看十五分钟，那我就一定要盯着15分钟看。你的没有时间来看盘，15分钟的这个变化对你来说就是噪音，是你的承受范围内的，对吧？你如果说不能够承受15分钟、5分钟、1分钟的这个波荡、这个震荡，那么你就要修改你的分析系统，修改你的这个3层滤网。你需要把你的滤网、把你的级别降低，因为你忍受不了嘛，对吧？既然你忍受不了的话，那你就需要修改你的系统，修改你的分析系统。如果说你能够忍受这些日内的波动、小的波动，那你就可以把你的级别放得大一点，对吧？这个其实更适合大多数人。所以说，级别越小，只能是看得更精细，方法是一样的，
这一个一定要注意了。分析方法是一样的，不是看更小的周期，它就更厉害或更牛。方法是一样的，你只要学会了方法，用什么周期都是可以的，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当然，对于小资金，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层次的完全分类进行操作。但对于大一点资金，这是不适合的，这是不合适的。例如35.1分钟的3个层次所构成的系统里，任何的当下状态都对应着不同层次的完全分类的一个现实状态，对吧？禅师这里是以30分钟、5分钟、1分钟作为这个立体的交易分类系统，它是以这个3个级别来那个分类的。但是呢，你自己的话可能是其他的级别，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为什么以35.1这3个层次做例子呢？因为啊，级别越小，它的变化越大。你去看1分钟的图，哎呦，那个上上下下的，你就看得眼花缭乱的呀，对不对？但是呢，缠论牛就牛在这儿。如果说你把这些小周期的这些分析都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你去看大周期的，那就更清楚了呀。因为大周期的变化少啊，对不对？它不像小周期里面的这个上下下那么厉害。小周期里面可能是都这种图，对吧？我画的这个有点夸张。小周期里面可以是任意的这种1分钟这种图。如果说你在小周期1分钟上这种图你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那么大周期上它可能就是这样，对吧？那你岂不是能够分析得更清楚吗？所以说，这是以小周期举例子的原因，就是你要把小周期这种更复杂的这种情况分析好了的话，那么对大周期来说，那你就更的游刃有余了嘛。所以这是，禅师为什么老以这个1分钟做举例子。拿1分钟做举例子，并不是推荐大家都去做超短线。这个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也说过，很多人在他的这个提问中，就是在这个禅师当时写原文的时候提问的时候抱怨过，说啊，您为什么老拿1分钟做例子呢？他的每天看盘时间非常少，没有办法做短线的。能不能够以大周期为例子做一个那个解释或者说分享？其实他是没理解禅师的意思，或者没理解禅论。你任何的一个周期方法是一样的，你学的是方法，而不是学某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周期。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下，拿1分钟来说事儿，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做1分钟的交易，而是以这个做举例子。这种复杂的你能分析好了，那么大周期是一样子的。例如，现在的上海指数，这是当时在08年禅师以上海指数做例子，从6月24下来是一个30分钟的下跌，现在处在最近一个中枢的中枢震荡之中，只要不出现第3类卖点，这个震荡就是有效的。而在5分钟层次上，是离开第一个中枢向下移动中，由于第3类卖点没有形成，所有是否形成5分钟下跌？这个所有这应该是错别字，就是因为我这个是也不是从那个禅师博客上原文摘抄的，而是从其他网站上，所以这是可能有错别字，应该是所以是否形成5分钟下跌，不能给出100%的确定。而1分钟层次，一个1分钟下跌已经形成，这就是3个不同的系统，对吧？一个是30分钟级别，它处在一个最近一个中枢的中枢震荡，我们可以把这个图形画一下，只要不出现第3类卖点，这个震荡就是有效的。那么比如说这是6月24一个下跌，然后现在我在处在一个中枢震荡，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只要针对这个中枢，这已经有中枢了，它这里已经出现这个处在最近一个中枢的中枢震荡，对吧？这里已经有中枢了，只要不出现第3类卖点，这个震荡就是有效的。所以说它现在没有出现，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3买，或者说禅师说的这个3卖，没有出现这2种情况的话，都要维持这个中枢震荡。而在5分钟层次上是离开第一个中枢向下移动中，它这个所谓的在5分钟层次上其实是说的最后一段，就是这段，最后这一笔，然后它的5分钟上已经有一个小中枢了，然后现在是
离开第一个中枢向下移动中，由于第三类卖点没有形成，所以是否形成5分钟下跌不能给出100%的确定。也就是说，在这个小的5分钟周期上，它是有一个小的中枢了，也就是这个5分钟上已经有大 A 了，然后它再向下离开。但是呢，针对这个小中枢，它也没有三卖，那么它这里是不是能够形成趋势下跌的话，没有100%的答案的。那么它也完全是可以再拉回到这个5分钟上这个小中枢继续中枢震荡。所以这里禅师说的是不能够给出100%的确认性，对吧？所以说是否要进行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三买或者是三卖。那么这是很清晰的，有没有三买三卖，你一眼就能看出来。而在1分钟上，我们看在1分钟上，用一个另外颜色，而在1分钟层次上，第一个中枢下跌已经形成了。那么也就是意味着是这样，我们再换一个颜色，我们把这一段再给它降低周期，相当于我们在用那个区间套降低周期。现在看的是1分钟上，在1分钟上，他说一个1分钟下跌已经形成了，意味着这是一个趋势下跌，对吧？在1分钟上是有2个小中枢，是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它在那个5分钟上的话，它就只是这么一段，也就是5分钟上这一段，但是在1分钟上的话是2中枢下跌，是一个趋势下的一个状态已经形成。这就是你利用区间套3个周期来分析。在30分钟上是一个什么情况？它是一个中枢震荡。在5分钟上，它是有向下离开，但是也没有出现三卖，不能够确认是不是一定要形成5分钟下跌。但是在1分钟上的话，已经出现2个小中枢了，这个趋势下已经结束。这就是你利用区间套立体的分析3个周期。因此，这3层次构成的完全分类就给出了最完美的操作指示。首先，第一个必然且一定是最先出现的变化，就是1分钟层次的底背驰，对吧？我们刚才说了，1分钟上它现在是有2个小中枢这么一个趋势下，然后1分钟出现底背驰，也就是这个小中枢的离开段跟这个进入段有背驰了，出现底背驰了。如果说连这都不出现，其他2个层次是不会有任何状态变化的，对吧？因为走势都是生长的，是从1分钟生长到5分钟，5分钟生长到15分钟，30、60日、月、年，对吧？是一点点生长上来的。那么1分钟如果说不出现变化的话，那么其他周期是不会出现变化的。如果说1分钟这里它这个这个小中枢它没有背驰，它可以一直跌，对吧？除非是出现了底背驰开始反弹了，那么其他周期才会出现变化。所以说呀，你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先看小周期。为什么有时候要关注小周期？小周期都没有变化，大周期不可能出现变化呀，对不对？其他2个层次是不会出现不会有任何状态变化的，而这底背驰后必然出现回拉。这里就面临2个完全分类，一呢，这回拉构成原来5分钟的第三类卖点；二呢，回拉不构成原来5分钟的第三类卖点。因此，对应这2种5分钟层次的状态变化：一，第2个5分钟中枢确认，从而确认5分钟下跌；二呢，就是5分钟中枢继续震荡的确认。其实就是往上推。这个其实就是递归了，就是在1分钟上2个小中枢下跌，然后现在这个有背驰了，开始回拉了嘛。但是呢，这个在它的上一个周期，这是在上一个周期是5分钟上的话只有一段，那么它任何的变化，它如果说拉回到这里，那么这一段的变化在5分钟上，那么5分钟上它只有一个中枢，也就是说。这一段开始出现回拉了，这一笔开始出现回拉了。那么这个回拉，针对5分钟这个中枢，它就有变化了。你要么是回到中枢里面来，要么是不回到中枢里面来，对吧？我们把这个重新画一下。针对这个5分钟上，我们把它说的再清楚一点。5分钟只有一个中枢，现在是离开，然后这个离开，就这段的离开，
这段离开在它的次级别1分钟上是一个趋势下，现在趋势下结束了，那么它要开始反弹了，那就回到这个5分钟上。那么5分钟上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回拉反弹，然后这里还有中枢，我们把这个中枢也给它画出来。就有2种情况，一是回到中枢里面来，二是不回到中枢里面来。回到中枢里面来就是中枢震荡，不回到中枢里面来就是三脉，就是说这么个事儿。所以说呀，你一定要把区间套和递归2种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你要看的周期，它的下一个周期的一个变化，你要了解下一个周期的变化会造成上一个周期的结构出现变化，或者说是结构不出现变化，继续维持原状。所以说这是周期，这就是你能够结合不同的周期立体交易、立体分析。所以说这就是缠论牛的地方，就在这里。显然，这2种5分钟的新变化都不会导致30分钟层次有任何变化，但是呢，其中的一种却隐含着30分钟即将可能出现变化，因为5分钟下跌一旦结束，回拉构成30分钟的第3类卖点，那么30分钟层次就会出现变化，这就是又往上推了。1分钟推到5分钟，5分钟再推演到30分钟，那就是慢慢往上那个用递归的这种方式，对吧？5分钟出现变化了，那就有可能造成它的上一个周期出现变化。最终还是那个问题，把市场分析好，把情况分类好了，然后问一下自己，你有这个处理所有可能情况的能力吗？如果没有，那就算了；如果有，就上。事情就这么简单。当然，你还可以这样，就是把仓位弄得特别小的去参与，这样可以培养自己面对相应情况的能力。能力毕竟要干才能培养，光说不练那永远没有能力。关键是知道自己干什么，而不是糊涂蛋瞎蒙就行，对吧？你在没有那个十拿九稳的时候，但是你又想去看一下自己的判断是否正确，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小点的仓位去参与吧，对不对？最终长期下来，其实还是要看你的仓位控制，也就是你的资金管理。你长期下来，你一去看，真的是很多时候为什么你判断错了，反而最后结果并不好？很有可能，比如说你上了那个 margin，就是那个用了融资了，对吧？用了杠杆了。很多时候你本来是能够操作好的，但是这个杠杆一旦加大了，很容易把你的操作全被搞乱。所以说呀，这个仓位配置、资金管理，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事儿。在能力没有到的时候，就用小仓位先练一练，或者说是我之前经常跟大家说的分批进、分批出嘛，对不对？买的时候利用我们的双触发顶底分型，然后再看一下它的那一段的这个内部结构有没有够饱满呢？结构是不是很充分呢？对吧？这个取决于这个的分析它的原因是决定了你进入的仓位大小。如果说已经调整的非常充分了，结构很饱满了，然后顶底分型都出现了，那这时候你完全仓位可以相对的大一点嘛，对吧？因为它结构很饱满了嘛，它的确认性更强的时候，你当然可以把仓位放得大一点。但是你发现，哎，这个调整动能很强，比如上涨也好，下跌也好，动能很强的时候，但是又出现了顶底分型了，然后你一看它的那个内部是一种浪形的模式，比如说五浪下或者说五浪上，这个时候你也想参与，那这个时候它的结构并不够饱满，那你就可以把仓位降的小一点，对吧？可以把止损可以设的离你的进场位置离得更近一点。你这样的话就是风险是可控的，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任何的操作、任何的级别都可以参与。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控制这个风险。很多人就是眼高手低，哎呦，这个也行，那个也行，最后放到那个当下的时候，一进场就傻眼了，不知道该干什么，那这是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关键的话还是要个人再去修炼。你不真金白银的去修炼，那啥都不行。学了再多，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操作嘛，对不对？好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禅师的这个原文。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要出的这个跟经济相关的不多，就周四10月17号有这个零售数据，
对吧？零售数据也被称为恐怖数据，因为这个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所以零售数据，那么这些跟零售相关的这些沃尔玛啦、什么 Target 啦，这些可能是影响比较大。然后还有一个原油数据，如果说你炒油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原油数据。然后还有这个8点半这个跟就业相关的，也要关注一下。然后下周这个财报已经进入财报季了，这些大投行在周五的时候已经都开始出财报了，对吧？那么下周就是也有很多其他的，但是我这里说的这个 Netflix 这个网飞呀、它就是波动比较大，尤其是盘后的波动比较大，都是10%以上的一个波动。所以说，你要是有那个能力能够关注它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周四盘后的这个 Netflix。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要做的这个复盘。首先看一下这个月线指数，标普指数本月10月刚开了这个一周的这个一周多点的交易日，然后又出高点了，月线上又没有顶分型了。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就是要等11月份了，对吧？那么11月份只有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顶分型，对吧？出不出现顶底分型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就是缠论告诉我们的，这是不需要有含糊的地方。很多传统理论呢，它为啥没法落地的原因，就是它很多时候比较含糊，含含糊糊的，哎，这个也行，那个也行，不是很明确。但是缠论就不一样，它的界限非常清晰，能不能够形成顶分型或者形成底分型非常明确，对吧？顶底分型3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那么它就只要出现了这个前两个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的时候，它就有区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第二元素的高点，这就形成了这个顶分型的区间。那么第三元素只要跌破了第二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顶分型就出现了。如果说第三元素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那么这个顶分型就是一个强顶分，对吧？这是我跟之前大家说过的，什么是强顶分，什么是这个弱顶分，这就是有这个区别。所以说前面两个顶底分型的这个区间就已经能够决定这个顶分型的区间了。那么这是有实战意义的。那么在这个月线上没有出现顶分型，那就这个月就可以相对的，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有月线这个配置的仓位的话，那你就不用管了呀，因为月线上是不可能在10月份出现顶分型的，这是在月线这个周期。那我们再看一下3491到5822它的内部，对吧？我们用的是双触发，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顶分型呢。但是呢，我们因为是在做复盘嘛，也要先看一下这段的内部。这也就是我们说了，我常说的什么是双触发，就有了顶分型，不单是一个要看顶分型，不是说出现顶分型了你就要全卖了，它就要回撤一笔了，你还要看它的内部啊。它的内部结构你要看它是不是够饱满啊，有没有结构都很全乎啊，进入段是不是也有啊，离开段是不是也有啊，离开段跟进入段有没有背驰啊，你这些都要看的呀，对吧？那么现在在周线上，离开段不背驰，明显比进入段大。那么离开段不背驰，那么就说明这段还可以继续涨，这就是现在它上升动能很强啊。那么在它的内部也是，但是现在顶分型也没有了。之前这里是出现过周的顶分型的，但是又被打掉了，变成了一个中继的一个顶分型。那么它的内部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看一下周线上这个离开段的那个内部，也就是小 B 段，看一下它的内部是不是够饱满，是不是够充分，什么时候能不能够回撤一笔？回撤一笔的话，回不到这个中枢还是300，对吧？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或者叫这个斐波那契测一下潜在的回撤的位置。这就是在大周期上，你看大周期它的这个结构相对就更清楚一些，更明了一点。它不像小周期那么的这个上上下下的线特别多、特别乱。然后再次降低周期4103这段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内部是不是饱满，是不是充分，对吧？就是分析方法都一样。日线上，这是我在周二、周四解盘的时候，经常拿日线来给大家分析，因为日线上这个分析对我们个人交易起来的话，你起码一周的话已经能交易几次了，或者一两次，或者说一两周交易一次都可以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要多看日线的原因。日线上每一张图
你拿到的每一个周期，先看最后一个中枢在哪里，这是你要学会的。看这在日线上，它的最后一个中枢，这就是最后一个中枢，它的进入段1、2、3段，对吧？离开段1、2、3、4、5，进入段和离开段的级别相同，虽然说前面是3段，离开段是5段，但是它俩的级别相同。级别相同的情况下，你就可以比较力度了。那我们今天比较一下进入段跟离开段的力度，看一下离开段，大致看的话应该是在半分位置那么一个状态。我们比较一下，从这个4103到5264是进入段，然后从5119到现在这个位置，哎，刚好快到0.618了，看到没有？我们比较的就是4103到5264，然后5119到现在的这个5822，现在处在0.618的位置，也就是这个5119这个离开段跟前面的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是在它的0.618的位置上，是一个也是比较关键的位置吧，就是5836是0.618，那么等比例在哪儿呢？6280，等比例是在6280，但是呢，这个离开段现在已经是5段了。离开段现在是已经走了5浪了，1、2、3、4、5，这是我最近常跟大家跟踪的这段，说已经处于小5浪了。那么小5浪的话，虽然说呀，我们这个周期是日线，那么5浪的话，不是说它不可以出现6和7，或者是8和9，不是这么说，但是大概率，我们说的是大概率，或者说个人倾向，5浪结束的话，基本上就是尾浪，尾浪。完事儿也不是说马上就要暴跌了，也不是的，而是说它这里更大概率是结束之后要回来，回来之后形成中枢，继续中枢震荡，或者说选择再继续往上走，回来踩一次确认一下，相当于一个确认，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小5浪、第5浪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在5674这个到582的内部呢，我们也发现也分析了，也是一个5浪。我们现在看一下。5674到5822也是一个小5浪，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这个图形现在那个大盘走的还是很牛的。5674、582应该是这个位置，也是走了一个5浪。1、2、3、4、5，对吧？那么你看它这个 MACD 的面积，明显一段比一段弱呀，看到没有？尤其是这个第5浪的这个小5浪的这个 MACD 的面积。好就好在这个快慢线还是在这个没有明显的掉头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5浪的说明什么呢？说明第5浪的内部还不够饱满，它还可以再继续往上冲一冲。因为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1小时的，那么意味着它的15分钟或者5分钟上还可以再往上走一走，再往上窜一窜，甚至是1分钟上可以再往上走一走。也就是说，它这个第5浪的内部还不够饱满，还可以往上走。如果说它这第5浪结束的话，哎，下来回来碰到前面那个低点，构成一个中枢，还可以走，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段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在日线上，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它上一个周期是日线，它在日线上是日线的第5浪，但是呢，它在1小时上也是一个5浪，那么它回来之后，它完全是可以构成中枢之后再继续走，也就是说，日线上的第5浪没结束，可以继续向上延伸的。那么它如果说慢慢延伸，慢慢爬得很高的话，如果说跟这个5跟3再不背驰，那就可以出现6和7了，对吧？是这样的，你在5出现之后，你不能说必须有6和7，你要看这个第5段这个力度的，只有5跟3比较没背驰的时候才可能出现6和7。如果说5跟3比较有背驰了，然后它的那个内部又很饱满，你说这里面可能出现6和7吗？不可能啊，对吧？只有可能是回来之后构成中枢之后再往上走。所以说这就是结合我们刚才分享的禅师那个原文，那么你再结合到这个实际的图形上，这样的话就更加清楚应该怎么来结合这不同的周期来分析了。这就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再复习一下，因为今天我准备要说的这个例子不多，因为在周五
直播的时候我们讲了其他个股都非常多的，所以今天要分析的个股比较少，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大周期月线上是一个有月的，现在月线又出高点了，还没有顶分型，对吧？这是我们要立刻能发现的。然后再看一下3491上涨这一段的周线上，进入段有了，有中枢了，但是离开段特别强。那么离开段特别强，即使有回拉，不回到这个中枢还是3买，这是在周线上我们立刻就能知道。但是因为周线的这个回撤呀，周线上一般它如果说回撤5周的话，因为它要往下跌的话，出现顶分型之后，它最少要有5根 K 线的，对吧？那么如果算上第一根，这是我们把那个包含关系都已经去掉了，对吧？这都是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这个 K 线。最少要下跌5周的话，那5周啊，那么这种回档我们还是要尽量能避开，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分析周线。那么周线上现在还没有顶分型，还没有出现，虽然说前面是出现过回档，但是都不够比。所以针对这个中枢还没有出现3买呢，下面这个中枢，那么我们再次降低周期，日线上。日线上，哎，明显的偏弱了。现在这里有中枢了，有进入段了，有离开段。现在离开段只到这个进入段的0.618的位置。如果说就这么结束的话，它完全是可以掉头。那么这样的话，就可能出现周线上的那个回撤了，或者说回撤的这个力度弱一点，然后这里形成中枢，然后再上。因为马上这个11月份有美国大选了，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吧。所以说，可能大选前后的话，应该不会出现一个什么猛烈下跌，除非大选之后，对吧？可能是各个机构也好，各个那个大鳄他们判断出现了其他的变化的时候，或者说地缘政治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下杀。在这个之前的话，都不可能出现一个快速下杀，除非是一种突然发事件，对吧？那么在最后的这个第5浪的一小段又是一个小5浪，那么这个小5浪的第5浪还没有结束，所以说呀，它的这个生命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它又处在这个日线的小5浪里面，你要这样就切实的又到了你的仓位配置了，对吧？你这个位置就不是你大仓位或者说很重的仓位往里猛追的时候了，现在就只能拿点小仓位去打短差，对吧？情况不妙，立刻撒腿就跑。这就是我们散户比这个大机构。比巴菲特占优势的地方，巴菲特想出来，他1天2天出不来呀，他的资金量太大了，所以说他要在上升过程中卖。你就发现巴菲特卖股票永远是在越涨他就越卖，而不是说下跌的时候去卖，他都完全是这个，用一个传统的想法，好像他是在逆势操作。巴菲特按照我们传统的想法，他其实是一个逆势操作。什么叫巴菲特是个逆势操作呢？就是它下跌的时候，它在一点点买，这种大周期一点点下跌，它越跌越买，它看好的票。然后上涨的时候呢，是越涨越卖，因为它资金量大呀，它只有这样操作，它才能够这样可以把那个成本摊薄。然后卖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也不怕卖不出去，因为它上涨过程中买的那个买盘强，所以说它怕卖，它也不会害怕卖不出去。它如果说按照正常思维这种。上涨的时候买，下跌的时候卖，那得亏死了，对不对？所以说，这种大资金它必须要逆势来操作。所谓的逆势，对他们来说，因为他们看的周期更长啊，对他们来说其实还是顺势，对吧？你在这些位置买，那不是又涨回来了吗？所以说，他们都是在下跌过程中去买，在上涨过程中去卖。但是对于我们呢，就不一定需要用这个月线图了，因为月线周期太大了，我们需要降低周期，我们想把我们那个显微镜降得更精细一点，对吧？我们想买在3491附近，而不是买在这个4500附近，这就是区别了，对吧？这巴菲特那个资金他可以这么买，这是前面这个4818跌到3491这段是其实跌得很凶的，这个其实很难受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它可以在这个下跌过程中一点点买，它只要大周期向上就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小资金买在了4100，那么4100跌到3491，我们看一下测一下，4100跌到3491还要跌14%呢，对吧？对于我们来说，这个15%的一个空间，这个能避开还是要避开的。但是对巴菲特他们那些无所谓啊，
10%几的下跌，他们是能承受的，反而能够买到更便宜的这个筹码，那何乐而不为呢？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更精细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周期往往比他们的周期小的原因。好的，那么这是我们分析的这个标普指数。我们今天其他的个股就不看了，那看一个什么呢？看一个这个上证这个 A 股的上证指数，在之前的有一次给会员专享的这个周末漫谈里，我们已经说过它了。那么最近这个 A 股还是比较疯的，我们今天就讲一下它的指数，看一下现在这个上证指数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我们之前是分析过，上证指数有一个非常牛的这个趋势线。这是从它上市以来，就是从那个有这个证券交易市场以来的一个趋势线，这个趋势线一直没有被打掉过，就是或者说一直没有有效跌破过，看到没有？尤其是这已经很多次了，只要这个趋势线不能够有效跌破这个趋势线的话，那么这个上升趋势就没有被打破。这是从大的，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图是3M，也就是每一个 K 线就是一个季度，在这种以季度为这个 K 线的这个图形上，它这个趋势还没有被破坏掉。还没有被破坏掉，所以说真正在如果说你的交易周期是季度的话，那么中国这个还是在牛市啊，还是一个牛市。如果说从这个以季度为标准，以为单位来看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之前也说了，它现在是处在第二个季中枢里面，下面是有第一个季中枢，现在是在第二个季中枢。那么第二个季中枢的高点在3478，我们当时应该是2、3周之前的那个周末漫谈里我们就说了。他们当时是在这根 K 线里面，对吧？我们当时说，即使要上冲的话，那么就先到这个中枢上沿来，也就是3400、3500、3600附近。那么它这个现在的高点3674，对吧？就是3500附近嘛。3500附近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位，因为它是现在这个中枢的上沿附近。那么你要以简单的中枢震荡策略，就是中枢上方减一减，中枢下方加一加。至于你能不能够买在那个最精确的位置，那就是能力了，对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这个以这个2635这个上涨这段，也就是说现在是以这段已经结束了，我们就要看这个2635这一笔，因为现在这一笔还没有形成呢，它只有4根 K 线，也就是4个季度，看一下这段能不能够继续向上延伸。月线上。月线上它就比较特殊了，它这里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但是呢，它因为这个进入段，如果说你拿3笔的话，第一笔只有4根 K 线，也就是4个月，但是第二笔的话它是够5个月的，但是第3笔又不够了，所以说月线上我们也是当一笔来那个按照严格定义的话只有一笔。那么再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以这个起涨点的话，它这个图形就比较多了，就比较清晰一点。我们看一下周线上它这个结构还是比较清晰的。周线上以2635作为起涨点，然后到这个最高价3674，看一下周线上这个结构很清晰，对吧？3段，1、2、3。那么虽然说第3段现在只有1、2、3、4周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力度了。用这个扩展器，我们经常用的这些工具，大家应该都会很熟悉了。看一下。现在是已经突破了，等比例在3228，对吧？等比例在3288，但是呢，它当时都突破了1.618了，但是因为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现在又砸回到3228附近，你看没有？上周五收在了3217了，所以说呀，这个等比例还是比较重要的。就看下周看是继续往下调一调呢，就是说它这个从这个起涨点啊。从2689这个起涨，你现在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它现在只有4根 K 线。当然了，如果说它要结束的话，只有4根也没有问题，它也可以就一直往下跌。那么这里也是形成了这个周线上形成中枢之后，也是可以继续往上走的。你也可以用这个黄金分割测一下这段，从2689的上涨这段看一下，你看2689。上涨到3674，它也只不过踩到了0.5的位置，也就回调到了这个半分位，它也可以再往下砸一砸，砸到0.618，也就是3065，也就是3000附近嘛，3001附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这个数值。还有就是这有一个120周均线，看到没有？还有一个120周均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这里有个大缺口，
这里有一个大缺口，看到没有？这里是周线上有一个大缺口。如果说周线上这个缺口最好是不要被补掉。如果说周线上这个缺口被补掉的话，是一个偏弱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有出现回拉，如果说回拉不能够补掉周线上这个缺口，那么这个缺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缺口。因为在缺口，禅师是说过，缺口有3种缺口，一是就是突破缺口，缺口我们画一下，有3种情况，比如说一个上涨，然后呢一个回调之后再次上涨，那么可以出现3次缺口，一个缺口上涨，2个缺口再次上涨，哎，有3个缺口，它这么可以有这种，第一个缺口叫突破型缺口，第二个缺口叫第一个是突破，第二个是继续，就是延续型缺口，第3个缺口叫衰竭型缺口。如果说这个周线上这个大缺口，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性缺口的话，那么它最好是不要被补上的。只有不被补上的话，又能够维持的话，那说明它这个力度是能够延续的，对吧？这就是周线上这个缺口的重要性。那么又加上这个120周均线在这个附近，如果说即使踩一脚120周均线，但也不能够完全把这个缺口补上的话，你看它在120周均线下面还有一点点缺口的位置，所以说即使踩一脚120周均线，不能够把缺口完全补上，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这是在周线上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缺口是不是能够被补上。那么再继续降低周期，看一下2689它的次级别日线。2689还是一笔涨得非常牛，也就是说它这波的起涨点就是这个2689。那么2689在周线上是一个二买呀，对吧？周线上从这个2635上去，然后再回来，没破前面的低点，就是一个二买呀，这是这个周线上。那么日线上还是一笔的上升，从2689到3674，还是一笔回撤不够，这就是中国国庆之后的，它只有4个交易日，它回撤不够比。但是已经就即使不够比的话，已经回撤了，回撤到半分位了，这个回杀的还是比较猛的。那么国庆节，那帮杀回来的散户的话，如果说买在这个涨停板的话，基本上就被套在4个交易日，那可能40%就被亏没了，对吧？所以说呀，追涨杀跌是最不要不得的，尤其是散户其实非常喜欢追涨杀跌的。那么追涨杀跌在我们交易里面是最要不得的一种交易方法。那么这已经亏了40%了，如果说你是追在这个涨停板的话，那么还是非常难受的。如果说你一点不懂的话，那么一下杀掉40%，那这个亏损想承受还是比较难的。股市之所以难呢，其实啊，我们最终赚的钱，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你这个股市，如果说谁进来都能随随意意、随随便便赚钱的话，那大家都去来进股市了，谁还去干实业啊？对不对？股市之所以难呢，就是你赚的钱，你想没想过你赚的是什么钱？所有人进股市里能够赚到钱，就是你认知的钱。你认知到什么程度，你就能赚到什么钱。你如果说只会追涨杀跌，你在这个股市场里面是不可能赚到钱的。所以说呀，任何人你赚到的钱就是你认知的钱。你可能1次2次，哎，因为那个听消息，因为有朋友帮忙，因为哪个大 V 跟了一下，然后或者说有个内部消息，1次2次你可能赚到钱，这个是很正常的嘛，对不对？谁也不能够1次2次走个运啥的，对不对？但长期下来的话，不可能啊！长期下来，你赚的钱就是你认知的钱。所以说，最终我们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要多学一点技术分析，多学一点东西。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或者说能够长期在市场里面赚钱。那么说了一些比较多余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图形上，现在日线上就是一笔上一笔下。那我们看一下这个3674下来这段的一个结构，它只有4天，但是呢，它的结构其实还比较清晰的。日线上的话，我们先看一下1小时上，1小时上从3674啊只有一笔呀，3674下来1小时上只有一笔。你从30分钟上也可以，因为那个禅师在这个分析A 股的时候喜欢用30分钟。这是3674下来的话可以有3段，1、2、3段。但是明显这个3呢是这个弱了，发现没有？你也可以用这个
扩展器看一下这三段，哎，你发现这个123第三段踩到了0.382这儿了，然后呢又出现了一个类似一个十字星或者说探底回升的一个小 K 线。那么你看它下面这个 MACD 柱子的面积明显比前面下跌的弱了，发现没有？动能弱了。那么这里在下周，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那个缠论的完全分类了。这里其实可以有一个类中枢了，这里可以有一个30分钟的一个类中枢。那么有了这个类中枢，你就好划分那个强弱了呀。最强的就是直接拉升突破这个前面这个高点，直接突破3379，这是最强的。下周直接打到这个甚至是也可以是到这个中枢上沿，就是到3379，这就是下周。如果说就关注就是这个3379这个位置，那么这是最强的，最强就是直接突破3379，然后一个回拉。不碰3379，那么就可以继续去看前面的这个3674了，对吧？就可以这样生长。那么这是相对比较强，弱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把这个类中枢的这个中轨给它画出来。哎，这有一个中轨了。那么如果说到这个中轨只能反弹到这个中轨的位置，也就是3300附近的话，那么就弱喽，相当于2次反弹，那么还可以向下。这是进入段构成反向中枢，那么中枢的位置就变了，就变成这样了。这就是一个标准中枢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笔的时候用的是类中枢，这是一个类中枢，这是没有这个回拉没有碰到前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那么如果说它只能到中轨的话，那么中轨的价格是3300附近，你这样的话就能够利用一个中轨，利用这个中枢的中轨，你就能够做到一个多空强弱的一个分辨，对吧？现在反弹弱了，那说明多头弱，多头弱到了这个位置上不去，你肯定要减一减呢，等待它再次回来，再次回来有进入段有离开段，哎，离开段有背驰了，那这个位置又可以买一买，对吧？是涨的时候找位置卖，跌的时候找位置买，而不是追涨杀跌呀，晓得了吧？那么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这个 A 股，即使这么多人参与的这么一个市场，它还是非常的标准，还是非常的标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只分析指数以及这个上证指数这2个标的了。那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